第二集的 Proton S70影片有观众留言说我穿着 Proton 的衣服，所以我讲话要很小心，所以这一集我就还是穿着 Proton 的衣服，不过把它稍微隐藏起来，看看我讲话会不会放得比较开啦。所以第一集跟大家介绍了 X70的身世，第二集跟大家介绍了 X70的这个 S70的这个公路试驾 First Impression。那第三集呢，我们要来 focus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 fuel consumption 油耗，还有在 highway 高速行驶的表现。那这一次因为我们从槟城一路往南下，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大道上面来测试这个S70的高速行驶表现。那一些基本资讯就是采用的是 1.5 liter 3 cylinder 的 turbo 引擎。搭配这个 7DCT 的双离合器变速箱，所以它能够提供150 PS 和226个 Nm from 1750 RPM 到4000 RPM， 所以是一个低转高扭力。有based on我上一集影片的试驾，就是它在市中心的时候起步走停低速的时候，很难抓到那个 kick， 它会姗姗来迟这样子。但我已经知道了的，如果你看过我之前介绍Volkswagen 1.4 TSI、Golf 1.4 TSI 或者是 Tiguan Allspace 1.4 TSI 也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Volkswagen 的这个节奏会快一点，但还是一样，你这个 CC 的小引擎，用 Turbo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副作用。但是我们都知道 Volkswagen 的优势就是走慢的时候会有一点折腾，但是走快越爽，越快越稳。那 Proton 的这个 1.5 liter 不是 TGDI 1.5 liter MPI 引擎会不会也是会有 Turbo 的这种优势，就是在 Highway 一点就来狂风暴雨，停也停不下来。的确，就如我们已经知道了的 ，OK， 你 expect 了的 Turbo 车就是走慢，走快，哇，越快越稳，越快越舒服，所以东西是一体两面的啦。包括你在城市塞车 Hybrid NA CVT 可能会比较顺，但是它比较吵，这个车比较安静。像我们现在上了 Highway 之后，Let's say 我现在走着时速110 ，OK， 我 stay 在109、110，我的 RPM 是2200转，我觉得是 OK 啦，因为毕竟它的 Dual Class 是 7 Speed 嘛，7 Speed 已经相当成熟了啦。OK， 我们再快一点点。OK， 现在到了也是到2000，120在2400、2500，我再快一点点，再快一点点。OK， 140的话 ，RPM 大概是2800 ，below 3000啊。然后因为它的 gear 多所以你在7 gear 的时候，when 你 throttle，它只会推到5号牙罢了，就是它在567、567、567那边。所以通常这个67是 for highway 啦，你在市区就是3号牙、4号牙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当你上了轨道之后，在5号牙、6号牙、7号之后是非常非常 smooth 的，你不会再有你加慢速的时候的那种顿挫感，那种不知道它到底几时要来那种。现在我当然不可以说它是随传随到啦，不过至少你比较容易去预测它，比较能够去拿捏它什么时候要来那个动力。像我现在把驾驶模式，sorry， 刚才一直我们是处在 Sport 模式，所以 Sport 模式非常的积极。就是跑越快越稳的这种概念，可能当然对我来讲这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我相信，很多会准备要买 S70的车主，绝大部分他们都可能对 Turbo 车不了解，或者没有驾过 Turbo 车，以前都是驾 1.5 NA、1.6 NA、1.8 NA、2.0 NA。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驾所谓的 Turbo 车，你完全没有经验，你就会觉得哇，它很有力。哇，真的是吊打这个 NA 车。但如果你驾的 Turbo 车够多，你就会知道这个所谓的 Turbo 车它还是有它的 limitation。我们回到最后，1分钱1分货，性价比没有话讲。这个 S70 同级的同价位的 B7、C7， 它完全是压倒性的优势啦。OK， 内饰的质感、用料等等。
然后 Highway 来讲，它也绝对比那种 NA 引擎在 Highway 上面的表现还要来得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就是你要所谓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动力越强，你的油耗也会更加的饥渴。 OK， 刚才我们一上车的时候，我们查了它的这个 fuel tank 是50个 liter， 所以系统显示是接近600公里，所以根据账面上是1个 liter 能够行驶10到12公里左右。那一样的，你加慢它就省油，你加慢它会跌到可能7-8个 liter per 100 km， 你快的话它可能会去到10-11。那如果你停车让车子怠速的话，它可能又会上到一个13-14。所以综合拉长补短 plus minus 来讲，我自己的感觉啦，说法到目前为止，大概1个 liter 走10公里，你不要对它抱有太高的期望啦。1个 liter 走10公里是比较现实的。Of course， 你可以加慢，你可以 purposely eco more， 然后我们慢慢加，让它去 fuel tank one tank challenge 一缸可以做到绝对没有问题。不过 let's be 现实一点 ，OK， 你加一个有150 PS 马力的B segment 尺寸它拥有226个Nm的输往前轮 ，OK， 它是一个前轮驱动，它不是4轮驱动，所以当你1300多公斤的车子有226个Nm的输往前轮的时候，在很多时候你会 wheel spin 的可能你的力度太大或者是路面比较湿滑一点点的时候，所以你是会感受到贴背感，会有，然后再来高速行驶，现在大概在130、140来讲，它的风声，几听啊？没有我之前在某些车子上面听到的那些风切声，那些很刺耳、很单薄、很尖很令人不舒服的声音。大的、低的、的，听得到的说法是没有了。那我放在这边的话，路噪声这个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 of course 它会比如说 X50 X70 这种高车，因为离地间隙毕竟也不高嘛，所以你离地间隙不高，噪音就自然会比较少。但是它用的这个原配轮胎是，你看的滑完快都知道，它比较强调的是省油。那就像我在第1集跟第2集 S70 影片有提到的，这台车子就是基于中国吉利的第4代帝豪，但是中国的第4代帝豪是只有一个动力来源 1.5 NA CVT， 可是来到马来西亚之后，他们就对齐了 X50 用了这个 1.5 L Turbo DCT 的配置。那因为过去很多人都在讲 Proton 就是一个 rebash 换标贴牌版本的这个吉利车型，可是这台车子的情况会稍稍有一点不同，因为严格来讲它是一个新的车款虽然你可能觉得是左驾右驾，可是对于汽车厂商在生产一台车子的时候，它要从左驾变成右驾，其实是一个新的 project 来的。它同样也要花8个月、花9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些approve， 而且你知道 wiring 这种东西一个车子有大大小小的电板这个晶片这些东西，它不是一面镜子照过来左边换右边就可以了，它当中涉及的零部件是相当之复杂的，所以你几乎可以叫它是一辆新的车了。OK， 它不是换一个 logo 这么简单而已啦。再来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当你一个车子的 chassis， 你的底盘只能够是设计来 handle 1.5 NA CVT 的，你突然间要升级到这个有150 PS 226 Nm 来讲，与此同时你的这个底盘也要进行加固，进行更多的这种 enhancement， 让它 NVH 更加的好，不然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底盘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样子的引擎虽然坦白说150 PS 226 Nm是没有什么啦，不是什么跑车动力，可是毕竟这是一个小车，在吉利的定位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帝豪这个东西它上面还有一个叫星锐的，就是星博这些是比较atas的 OK， 它也不是说比较薄它就是一个家庭轿车，中国叫家轿，国民家轿，就是国民的家庭轿车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那讲到中国呢，这边就稍微提醒大家，从2023年12月1号到2024年11月30号，持马来西亚护照的大马公民可以免签到中国不超过15天，免签入境。
那你到了中国，你手机的 data roaming 用完之后，你又想查询马来西亚的 Gmail、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 等等，你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作为全球3大 VPN 品牌 ，Surfshark 拥有超过3200个伺服器，遍布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那 VPN 是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的缩写，一种在公共网络上模拟专用网络的网络。Surfshark 让你在外面使用 WiFi hotspot 的时候更加安全，它能够隐瞒你的 IP address， 为你的 Internet 流量加密，更加安全。而重点就是 VPN 能够让你绕过政府的审查制度，绕过限制，突破围墙，浏览更多内容。而且 Surfshark 还确保你的流量不会被跟踪和记录，也不会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给出售。它适用于 macOS、Windows、iOS、Android、Chrome、Firefox、PlayStation VPN 和 Xbox VPN 等等。透过以下网址获得 Surfshark VPN， 输入折扣码 MyCarPlus 就可以取得独家春节优惠，外加3个月的免费使用期。那在马来西亚，以前我们的国民家教可能是 Saga， 后来可能是 Vera， 然后在 MyV 出现之后，可能大家对于hatchback 的接受度就有了，因为以前相信很多老一辈的人，我可能也是老一辈了啦，都会觉得没有屁股的车不好。叫我妈妈讲啊，买车一定要买有屁股的，什么 aeroback 啦、hatchback 啊，她就不要。所以sedan 这个东西对 Proton 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好像 sedan 才能够真正去 show muscle， 那 Proton 的 DNA、Proton 的血统等等。那回到我刚才讲的东西，所以这台车子严格来讲，它是比第4代帝豪更适合走 highway， 在高速行驶上面的表现会更加的好，更加的稳，更加的刚，更加的硬，更加的强。Why？ 因为马来西亚人驾车的时速，马来西亚人在高速公路上面驾车的时速，平均时速跟中国人在中国的国道上面驾车的速度是不同的，你看得到的。因为我们不像中国有这么多的监控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相对比较宽松 ，OK， 相对比较自由度大一点点。Proton 也知道的 ，OK，Proton 也不避讳的去谈，因为为了要符合马来西亚人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速，你不能再用原本的那个底盘来。如果你把原本那个中国式的底盘那个价位的东西放来马来西亚，可能当大家在超出那个指定的时速之后，会 handle 不到，或者会有不好的体验等等。所以我觉得 Proton 的确有在这个地方，像我们刚才看得到的，我们听得到的，就是你大概驾着一个。可能120、130、140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不会觉得说你知道吗？它是7万块的车，它不会让我感觉到它是一个入门级的车款这样子。Of course， 你讲到C71 Civic Altis， 我们还是你知道吗？我们还是现实一点，它没有 Civic， 它没有 Altis， 它没有 Mazda 3的这种范。但是你讲 compared to B71， 我们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能将这个形容词有一点不褒也不贬，不过确实这个就是 S70给我的一种感觉，给我的一种观感。通常我们在 highway 来讲，你驾越快，如果你的车子不够稳，你的方向盘就会开始有一点抖动，有一点你知道吗？晃。但是因为你可以取消掉这个 Drive Mode Link Edge 的功能，就是我现在在 Eco Mode 或者我在 Comfort Mode， 我可以选择 Sport 的方向盘，它会让你比较有信心，比较好的去handle 这样子。今天这个 S70的高速试驾的心得，很明显就是要告诉你，东西是一体两面的，是低速行驶的节奏的 kick 确实是很难抓。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跑 highway， 你经常要跑 highway， 你很享受在高速公路上面给一辆 lorry 挡了过后，那个 lorry 走开，然后回到你指定的时速，你很累了，你可以开自动跟车，它有 lane centering 的功能，非常的齐全，非常的精准。车道偏离辅助警示、盲点侦测镜头这些东西，不用买到94,800块，你买到89,800块就有这些东西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性价比高到没有朋友的这一个车型了。我不确定你住哪里啦，你住槟城，你住新山，你住吉隆坡，你住关丹，你住雅比，你住古晋，然后这边的。但如果你能够选择这个试驾路线的话啦，我建议你至少要是一段 highway， 不用很长，5公里、10公里，只是走城市来讲，它没有办法体现到 S70 真正的价值，它真正的魅力在哪里 ？OK， 我现在去到 Sport Mode， 踩，的确
我 even 拉 RPM 拉到这个5000多转的时候，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引擎声啦。关于这个车子的油耗走到目前是7.8 liter per 100 km， 它会不会吃油？它是不是喝油怪？我觉得倒还好啦。我相信现在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到2024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消费者，大家都能够独立思考，我希望啦 ，OK。所以当你能够独立思考过后，你就能够去消化我讲的东西。所以喜欢我的影片，我是戴主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Right， 现在就来体验看看 S70的后排乘坐体验。那个第一印象就是你一坐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它的 cushion 它的车包非常的软，所以你坐下来，它椅子包覆感不见得很好，不过质感算是非常舒服的。I mean compared to 2个日系对手，另外3个日系对手来讲，这个后排空间就质感方面缝线这个复合式皮革来讲，我觉得整个感觉是真的是有接近到 premium car 的感觉。然后你说，乘坐空间的话，头部空间是 OK 的啦，因为我身高是178 cm， 这边有怎么形容呢？我觉得这个空间算是刚刚好啦，因为这边是有做一个天窗出来嘛，玻璃天窗这个版本，所以通常有天窗的话，它都会下来一点点，就会少掉一点点的空间这样子，因为它是有帘的，它不是那一种 EV car 那种玻璃车顶就可以去让车顶比较高。然后坐的话就是大腿支撑性就不够啦，因为你的轴距只有2627个 mm，正常的 B7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OK， 现在这个司机有一点急躁OK， 所以没有关系，这个车还可以 handle。然后就你看，当车子在激烈摆动的时候，因为它的cushion够软所以你还不至于说整个人会晃来晃去，还没有晃来晃去的 OK OK， 非常好。我们这个是暴力测试，就可以看看这台车子在整个过这些因为我们现在在巴厘布劳嘛，这条路的其实路况是 OK 的，不会有洞，不会有什么，只是这个它会有起起伏伏这样子。那因为它后面是用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不是锚地令多连杆然后也有人就向波段发问了说，你叫自己细segment嘛，对不对？那细segment的这个条件，C segment之所以是 C segment， 它跟 B segment 最明显的分别就是，通常啦，我们说 C segment 像 Civic、像 Corolla，他们后面都是 multi-link， 然后 Civic，然后 City 跟 Vios 后面都是 torsion beam， 可是这个车子叫自己 C segment， 可是它后面是 torsion beam， 那波段就会反驳说，谁讲？你看 Mazda 3。你看 CX-30， 他们也收购 C segment， 他们也是用 torsion beam， 所以这算是波段的一个说辞了 ，OK。但是另外一个说辞就是，其实大部分会花7万块、8万块、9万块买一台轿车的朋友，没有多少个人会把头蹲下去会人会蹲下去，把头放去下面看一下这个悬挂到底是多少个 link， 1个 link、2个 link、3个 link、5个 link， multi link。还是它是没有 link 的，它就是一根粗粗的东西在中间这样子。那你问我的话啦，我觉得如果你要求一个7、8万块的车给你 multi link， that is too much 啦。以2023、2024年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来讲，所以坐在后面你不能要求太多这个不是我不是我讲的OK 所以我觉得一样，它不是 S70的问题还是什么，是我觉得你后排乘客要做到舒服。我家才笨，打轮他的轮很滑的，真的。OK， 我看这一趴我要交代一点东西好了。我觉得我前面应该放一个 cam， 才能够反映我当下的这个心情，内心的恐惧。不过其实也是好的。那如果在这么极端的这个情况下，我还能够对着镜头
侃侃而谈，就说明了这个 S70非的常的舒服。功夫底子是有在的。我不至于说马上要 shut off 掉我的 camera， 我还可以继续的 roll 着，然后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讲到我不能讲话为止啦。OK， 所以现在前面有一个5连发夹弯，要怎么讲呢？你看我多温和。这个是17寸是吗17，对。 17寸应该还可以。哎呦，这 heck OK。没事。 17寸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上到一个18寸这样子啦。吧，像我前面讲的，因为它的这个Turbo 跟 DCT 的这个迟缓的现象哦，我觉得车子不可以再重了。你再重的话哦，可能引擎就会很难去负荷它。OK。我们还有多少公里啊？还有17公里。17公里 ，OK。OK，and see you in my， 希望还有 next video 啦。slow down，去对湾看。去。